今天带来许多人期待已久的移动端 Zen 4架构处理器 R77745H 的性能表现。当然，可能有些人连 7745H 到底是啥都不清楚，因为 AMD 在这一代采用了一个奇葩的产品命名逻辑，马甲套马甲，4代同堂。不仅用户晕，OEM 也晕，甚至一些 AMD 员工也搞不明白，那怎么选呢？对于游戏本来说，筛选比较简单，选 H 结尾的就碰不到马甲，只有新架构。在游戏本上，今年能看到3款 R7，7735H 是去年6800H 的马甲，单核频率提升了 0.05 赫兹，7840H 是新架构偏轻薄取向的 APU， 很多人在等它的轻薄本。7745HX 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角了，与蓝厂的 H 一样，也是桌面端移植。相比于以往 APU 最大的区别，自然就是更大的 L3 缓存。由于定位就是搭配多线使用，所以核显仅仅只是量级省电的作用。测试平台此次对比了2款 i7H，i7-13650H 用的是刚刚发售的魔霸新锐。相比于英特尔的默认设定，魔霸新锐将电流强提升到了240安，所以表现会比正常 i7-13650H 要更好一些。i7-13700H 和 R77745H 用的是相同模具，其中 i7-13700H 用的是 C0 部件，也就是老的881核心，显卡都是满血4060，平台总功耗设定都是195瓦到200瓦左右，实际跑多少要根据场景来看。首先是基准测试，圆周率单线程垫底的是 i7-13700H， 在 SuperPi 明显落后于其他2款 CPU， 这是由于 C0 部件的 i7-13700H 其实就是12代马甲，而 13650H 是刀成了12代缓存规格的 Raptor Core。R77745H 在外 Quantra 的单线程表现惊人，领先幅度巨大，多线程落后在意料之中。传统测向中，13650H 就没有之前 SuperPi 中的性能额外收益了。单核由于频率原因落后于 i7-13700H， 不过因为仅差 0.1 赫兹，所以差距也不大。R77745H 因为 CPU-Z 拉了后腿，这也是 Zen 4表现最差的一个测试。多核方面 ，R7 落后更多，大约是 13650H 的90%左右。3D Mark CPU Profile 表现不错，R7在单核上有些许落后，8T、16T 居然还是最领先的，说明在纯大核区间内 R7 并没有劣势。NT 由于线程数劣势，落后也是必然。压缩解压缩部分，微软的结果太离谱了，我觉得可能有 bug， 所以仅做展示，不算进最终成绩中。7zip 部分 ，R7 在压缩项中落后，解压项中领先。渲染采用了一些常用软件，这些软件对多线程优化较好，能够发挥出处理器的多核性能。R7 自然占不到任何便宜。PS 从 Zen 3开始就变成了 AMD 主场，Zen 4延续了这一优势。R77745H 轻松超过2款 i7， 领先幅度达到 10%。Lightroom 分为前台操作和批处理，可以理解为前者看单核，后者看多核，所以 R7 在批处理上要比8+8的 13700H 更弱，但相比于 13650H 并没有什么劣势。PR 视频导出采用 UL Procia， 这一块 R7 的落后并不意外，意外的是没落后多少。在 UL 脚本中，下划线1的场景是 CPU 重负载 ，H264 上 R7 的导出时间落后较多。游戏部分先看网游，1080p 下 R77745H 可谓是扬眉吐气，从4800H 时代就被诟病的游戏性能，在这一代实现了彻底反转。DOTA 2和英雄联盟这2个以往 IU 的底库被 R7 轻松扒掉，帧数领先幅度在 15% 以上。其他几款游戏区别不大，当然如果弄成最低画质测试，自然会拉开差距。但我个人是非常反感这种精神股东式对比法，与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完全脱节，所以还是用大部分用户都会选择的画质进行测试。1440p 下这一趋势依然延续，由于对 GPU 负载较低， R7 依然能够在 DOTA 2和英雄联盟上对2款 i7 有相当大的领先。但话又说回来，现如今像这2款这么吃 CPU 的网游已经不多，像是 Apex 和永劫无间的瓶颈基本都在4060上，所以尽量理性看待网游上的性能差距。3A 游戏差距小得多，瓶颈基本上都在显卡。i7-13700H 和 R77745H 的性能非常接近，领先 i7-13650H 大约 2.5%。到了 1440p 直接众生平等，1%以内的差距我更倾向于是测试误差。所以前2年说英特尔的话，我今天又可以拿来重新说一遍。对于打游戏来说，甜品级显卡对于 CPU 没多大的要求，特别是普及 2K 屏的今天， CPU 的游戏性能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接下来是功耗，首先来看一下 R3 的能耗曲线。R77745H 和以前 AMD 的处理器一样，低功耗段拥有不错的能耗比，在85瓦时被2颗 i7 赶上，再往后也没啥收益。令人意外的是 i7-13650H 的能耗比非常不错，
在100瓦下甚至高于老核心的i7-1370H，说明861的核心在能耗比上还是有长足提升。到了135瓦后，13650H 跑满，所以i7-1370H 的领先幅度进一步提高。游戏功耗可以看到老核心i7真的非常耗电，平均功耗达到了快80瓦。i7-1365H 的功耗很低，只有46.5瓦。R7-7745H 也不高，在50瓦左右。2K 下 CPU 负载降低，整体功耗都有下降。i7-1370H 还是一枝独秀，平均功耗来到了67瓦。i7-1365H 则只有38瓦。R7-7745H 的45瓦也在合理区间内。总的来说 ，R7-7745H 的游戏功耗稍高于i7-1365H，显著低于老核心的i7-1370H。考虑到积热，散热压力要比i7-1365H 要更大一些。最后是超频，作为 H 系列处理器 ，AMD 一直提供 PBO 超频选项，最终是否开放取决于 OEM 是否愿意承担开放超频的风险。拯救者这一代不出意外，我会让他们把选项打开。具体可得项就是左边图里所示，和台式机差不多，都是可以再高200兆赫兹，并且可以降压。超频后的表现就像图中那样 ，R7-7745的单核已经不输于 i9 以外的任何竞品，多核也能接近19000，基本上可以当做免费送的提升。最后是总结，从 CPU 本身来说 ，R7-7745H 没啥毛病，综合性能没有明显不足。以往饱受诟病的游戏性能，在这一代也实现了彻底逆转。参考以往与i5接近的定价，相比于同价位的英特尔机型，理论上会有更好的性价比。但这恰好也是 R7-7745H 最大的短板，因为从结果来看，整个锐龙7000H 的产品线定位更像去年12代 H 作为秀肌肉的存在。直观的例子就是 CES 上 AMD 展示的合作伙伴机型，不仅数量稀少，并且定位都偏高端，例如 ROG Strix、Alienware M16、M18和 Legion Pro 7。如此单薄的机型数量，与隔壁宣传其60加款 H 机型产生了鲜明的对比。所以 R7-7745H 加4060这样的甜点配置，最后落到终端产品上就未必亲民，因为可选机型的数量实在太少。最后只能说 R7-7745H 是个不错的东西，但用 R7的机型是否值得购买，由于还没有厂商出牌，所以就只能先打个问号。